21世纪年轻的副处长，在人生最得意的阶段，穿越到500年前奄奄一息的穷困生灵身上，与之灵魂融合。得好生谢谢殷家小姐相助，又请大夫又送药的，否则咱爷俩就要阴阳永隔了。我知道了。哼，你个粗了头和小娘生，大清早就在堂里走来走去，着急起去投胎呀？还不让人在自个儿屋里走道了吗？啥？屋里头？这是你家吗？昨夜还是我家阁楼好不好？沈墨没太听懂这位妇人的话。沈赫是书生，不会吵架，只能让这妇人在这里骂足了1刻钟。呸！一天不死出去，就骂你一天。哼，野蛮粗鲁。那婆娘为何发飙，像故意找茬？这间阁楼原来是她的库房，现在被咱爷俩占了，她当然不高兴了。我们住的是她家？那倒不是，这是沈家大院，我们本家太爷安排咱们住下的，他们也是来投奔的，不过是先来的欺负后到的吧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朝生，为父决定了，就此不再读书，说不定下次能高中呢。奋斗了半辈子的事，放弃多可惜。你不必多说，我意已决。沈赫给儿子喂完药，便出去找生计了。步入斯文，又能保住领生身份的生计，摆摊代写书信勉强算一个。今天遇到了长子，他听说你被蛇咬了，就打了鱼给你补身子呢。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坐坐？算了吧，这里也不是我们家，不方便。要不我们还是搬回去住吧，草屋再简陋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不行，大夫说你绝不能受潮，草屋不利于你养病。我今天在城隍庙摆摊，大家都喜欢我的字呢。等我赚大钱了，就一口吃10个茴香豆。代写书信很赚钱？是你父亲我的字好才赚钱。你没看我那几个同行今日的表情，估计吃了我的心都有了。凡事留些分寸的好，父亲初来乍到就夺了人家饭碗，容易遭嫉恨的。木气，我没偷没抢，凭本事吃饭，有什么好小心的？他们本事不佳，回去练字才是正道，哪能怨我呢？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。你爹我30、40的人了，还需要你个13、14的娃娃叫。沈墨将养了一段时间后，身体大好，能出来走走了。你个小娘养的，咋还不去投胎？老泼妇，小爷健康着呢。你敢骂我？你个小嬉皮，你等着！看到妇人上楼，沈墨转身进了自己房间，并虚掩上房门。敢骂老娘，今日我让你知道知道。啊！你把我家祖传的尿盆打碎了，快赔我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跑下楼洗漱干净后，这妇人要跑来找沈墨算账，只是一上楼就踩到自己刚刚扔的西瓜上，摔了一跤。啊！嘿！妇人摔下去的当天下午，沈家4少爷带着仆人来到阁楼。是你打伤了七姑娘？我没动手，她自己摔的。七姑娘是我们公子的堂侄女，你打了她想过后果吗？沈家家规森严，严禁宗亲斗殴，将她绑了送去大老爷那里，禀明缘由赶出去。是。七姑娘自己摔伤后，跑去本家告状，说是沈墨将她打成重伤，并让4公子将其赶出本家。七姑娘不是我打伤的，休想狡辩，还不绑了她！嘿，你敢碰我？看不出我病恹恹的，把我碰出个3长2短，算你的还是你家公子的？4公子这才想起，眼前的少年是中了蛇毒来养病的，怕他余毒未清会猝死，只能让仆人搀扶着他去正厅见大老爷。沙和尚推着车，车上坐着个老妖婆，老妖婆真正坏，骗过唐僧和八戒。沈墨闲着无聊，便哼起了前世关于《西游记》的儿歌。你这歌有点意思，谁教你的？4公子，他骂你唐三藏呢。我有那么俊吗？公子玉树临风，貌赛贪安。好小子，眼力不错，很少有人能发现我的内涵的。哎，这世上不缺美，就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你是个妙人，要不你给七姑娘道歉，撕了算了。不行，他把我害成这样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放心，只要不是你的错，本公子会帮你说话的。四叔，到中和堂的时候，沈墨发现七姑娘从车上下来，自己蹦着进去，他男人只在外边等着，不由好奇。七姑娘的男人是入赘的，上不得台面。啊，大老爷很厉害，你可要小心。谢少爷指点。沈墨进来后，先拜见了大老爷身后的孔圣人像，举止有度，知书达理。第一印象，大老爷心里便偏向这位年轻的后生了。同生沉默，见过沈大老爷。快快请起，不必拘礼。你是沈相公的公子吧？
回大老爷话，学生正是。家父常说，蒙大老爷与我父子危难之时收留，我父子无以为报，只能敏感妩媚。都是沈家子弟，这么说见外了。大爷爷，就是他把孙女害成这样的。老四，人是你带来的，说一下吧。父亲大人，孩儿今日正在用功。说重点，不要自夸。是，七姑娘找我说她被这小哥打伤了，但这小哥染疾在床，至今没有出过屋。孩儿搞不明白，不敢擅自做主，便带来请父亲定夺。算你懂点规矩，是你动手打伤七姑娘的吗？学生敢起誓，若是我打伤的七姑娘，让我这辈子中不了举人。那七姑娘是怎么骨折的？您可以问问七姑娘，只要她也起个誓，保证她说的是真话。你起个誓吧。我要是撒谎，便叫我穿肠烂肚而死。七姑娘将自己上楼，被尿盆砸了后，又踩了西瓜皮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。沈墨，你为什么要在门上放尿盆？防盗，学生正在病中，时常昏沉，便在门上放个瓦盆，用以示血。可要误伤了，如何是好？只要不是心怀叵测，敲门而入，学生会提醒对方的。七姑娘，你敲门了吗？不请而入是为非礼，这都不懂吗？那第二次呢？为何往地上扔西瓜皮？西瓜皮是七姑娘第一次上来时扔的。七姑娘，她说的可是真的？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事实清楚，七姑娘还想再狡辩，却被沈老爷一通训斥。沈家家风严谨，沈老爷便想将七姑娘逐出府去。我沈家最重和睦友爱，绝不容心胸狭隘、自私自利之人。倒也没那么严重吧，也没什么大矛盾，都是过日子的小摩擦罢了。竟敢反驳大老爷，我就说你是个妙人。沈老爷欲将七姑娘赶出府，被告人沈墨转而替原告求情，满是皆惊。如按你所说，两家都有错，便都要受罚的。大老爷公允仁慈，无论什么惩罚，沈墨都接受。妙人，这一顶公允仁慈的大帽子，我爹可受用了。邻里宗亲总要相互扶持友爱。七姑娘，你回去给人家把房间打扫干净，以后别再小肚鸡肠，没有下次，知道了吗？孙女知道了。下去吧，好自为之。是。七姑娘是粗人，只能罚她体力活。你是读书人，咱们来点文的。完了，不会让我吟诗作对吧？考你个问题，答对了有奖，答错了便罚你将整个沈家台门打扫一遍。大老爷请讲。中和卫浴，为老夫解释一下这4个字的出处。靠，这啥意思？沈墨猛了一瞬后，脑海中忽然自动闪现出一串字句，让他脱口而出。出自《中庸》第1篇第5句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不错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以中和，民体用之一贯；以卫浴，民人诚之极共。中和是目的，待人接物、立言行事都要不偏不倚，协调适度。如何做到这一点？卫浴便是方法。如何卫浴呢？说的啥？听不懂。朱子曰：“卫者安其所也，浴者遂其生也。”按照朱子的解释，卫浴便是安所遂生。我读书人应该恪守己身，遵循天道，便可卫浴，便可中和。好一个恪守己身，遵循天道，已深通诸子3位了。学生不过照本宣科，大老爷过奖。没有过奖。你多大了？13。13岁能达到如此高度，难得。若老四有你一半聪慧，也不至于文不成武不就。游手好闲废物一个，答得很好。你要什么奖励？长者赐不敢辞，亦不敢挑。沈墨的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，外放内圆，让沈老爷想起了自己的恩师少护公。在现世之前，你可愿到我沈家私塾用功？当然，顺便帮我管教一下这个逆子，让他好好跟你学一下。这是让我和四公子平起平坐，结伴而学。这时候，伴读是主仆关系，结伴则是同窗之意，这是沈老爷思考后做的决定。多谢大老爷抬爱。朋友有通财之意，你们以后就是同窗了。我懂，朋友拿去花吧。承蒙大老爷关爱，给沈墨一个读书的机会，已经感恩不尽，这钱是绝不能收的，请大老爷和四公子见谅。也好，以后有事和沈京说，也是一样的。沈墨离开后，沈京为保住了钱袋子而庆幸。还有不喜还钱的，你以为都像你这么没出息？这事是我孟浪了，不该用阿堵之物去撩拨他，实在落了下乘。爹，孩儿承认这小子厉害，但也不用这样吧，好像他将来能当阁老似的。那可未知，你要是没蠢到家，就多和他亲近亲近，说不定将来是你的出路。经过中和堂的一番应对，沈墨惊喜地发现自己融合的那个技艺竟有着扎实的诗书功底。从大老爷的反应来看，那是相当优秀的，这是天字第1号好消息。怎么着，给你老婆报仇来了？我打死你！沈墨对中和卫浴的解析深得沈老爷的赞赏，并获得了在沈家私塾学习的机会。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七姑娘的擀面杖，过会儿再收拾你，还不快把恩公请进来？你们消遣我呢？恩公冤枉，真不是想算计我。我们就是狼心狗肺，也不会算计恩公啊。若不是恩公在大老爷面前说好话，
我们此刻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别总恩公了，我又没做什么好事，听着臊得慌。咱们就算扯平，以后不要再提，和睦相处，如何？七姑娘想请沈墨留下用饭，沈墨以老爹为借口推辞。回到阁楼，发现父亲已经回来，躺在床上，似乎是睡着了。没睡？怎么躺下这么早？你怎么了？不管沈墨怎么问，沈赫一句话不说，只背对着他躺着。那你憋着好了。这一夜，沈墨睡得很沉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出门了，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进来。小相公，还没吃饭吧？我做了荷包面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们就2个爷们儿，也没个女人，就算有鸡鸭鱼肉，也做不出味道来。小相公不嫌弃，以后和沈相公一起下来吃饭吧。七姐，你……七姐就是这个臭脾气，但好赖还是分得清的。好啊，七姐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你忙。沈墨一出府，便遇到了无精打采的四公子。沈墨，你去哪儿？看看咱们顺路不？我去河边溜溜。太好了，我正好也要去溜溜，让咱们兄弟把臂同游，写一曲断袖分桃的龙阳佳话吧。沈墨不着痕迹甩开对方的手，并盯着他清澈的眼神，确认他不知道这几个词的意思。这个说法谁教你的？族学里的兄弟们有什么不妥吗？断袖、分桃、龙阳3个典故说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是男男之爱？走吧，河边散心去。怎么不去找他们算账？算了，不由人了。沈墨和四公子一转入街市，便遇到了好朋友长子。前几天收庄稼忙，今儿才有功夫，去抓了条鱼给你补补。不用，我已经活蹦乱跳了，你拿回去给大叔大妈吃吧。不用，我拿回去他们会打我的。不就2条鱼吗？你留下吧，明天割2斤肉送他家不就行了？也是。这位是你家亲戚吗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沈墨一时有些混乱，分不清大家族里的辈分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分不清的一概按堂兄算。对，这位是我堂兄。潮生，你们要出去？是，我们要出去，你有事去忙吧。长子，你不是说你今天没事吗？走，咱一起逛逛去。四公子虽不满，也只能让自己的仆人将鱼送回去，然后陪沈墨和长子一起去逛永昌坊的城隍庙。满级的大姑娘小媳妇，真是好地方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走吧，长子，你留意一下写字的摊子。我看着呢。那里我看见你爹他被打了。沈墨几人试图挤进人群，但看热闹的人太多了，试了几次都没挤进去。河上飘来一具裸体女尸。沈墨在城隍庙看到自己父亲被打，却挤不进人群，情急之下，四公子喊了句河里有裸体女尸，看热闹的人群瞬间没了。你悬疑、惊恐、侦探、色情、伦理、鬼怪，总能让这些人找到自己感兴趣的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去看看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别打了，再打就要吃官司了。少管闲事，否则连你一起开销。给我住手！哼，哪来的小子？沈墨这时冲进来，发现自己的老爹被按在地上打，瞬间红了眼，抄起路边的扁担开砸。只是他并不是流氓们的对手，很快被打倒在地。休要伤我兄弟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沈墨赶紧去检查昏倒在地上的父亲，看了他的鼻息还有气，才松了口气。谁帮个忙？去叫官差和大夫来，我中有谢。单单叫大夫就行吧，可别叫官差来生事。为何不能报官？小哥，这是为你好。且不说一旦官府扯进来，就平白生出许多大跌破费，单说这些人可都是混帮派的，身后不知有多少兄弟呢。哼，小子，识相的就快把爷爷放开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，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要是我爹有个3长2短，我杀你全家。口气不小，你知道我哥是谁吗？那你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人吗？一个卖字的穷僧而已，不就是你爹吗？告诉你，天王老子爷爷也打的。我爹虽不是天王老子，但他是堂堂正正的领生身份，你还真敢下得去手？叫官差，听到了吗？原来是位相公，竟有人胆敢伤害秀才先生，真令人气愤。我去报官。那个谁，你不是说落魄书生吗？怎么是秀才老爷？谁？就是那个谁。哎，我忘了问他姓名，刚刚还在边上看来着。有人找来麻绳将大汉绑起来，虽然没抓到主使，但沈墨并不着急。除了几个卖字先生外，沈赫并未和别人结怨。是哪位先生挂彩了？这位不夜，受伤的是本县领生沈相公。沈经将事情经过讲于捕头听，那捕头见地上的沈赫头发花白，衣衫残破，登时便起了轻视之心。
朋友哪条道上的，面生的很啊。反正不是混你们这条道上的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果然是山阴虎头会的。兄弟，你们捞过去了吧？什么山阴人竟敢欺负我们会稽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们是来赶集的，碰巧打一架罢了，不算捞过界。大夫，快帮我爹看看，他有危险吗？大夫原本有些不耐烦，在看到沈墨后，便换上一副认真的面孔查看沈赫的伤势。公子请放心，令尊没受什么伤，但关节有错位，需要速速回堂上，请正骨大夫正一下，以免落下后患。大马手，帮我抬抬。伯爷，救人要紧，您看是不是让我们先走？去吧，人命关天嘛。不过还请几位回头去衙门报个案，咱们走一下过场。一定一定。到了医馆，自有大夫为沈赫诊治。沈墨几人在外堂等候。你们受伤了吗？胳膊破了点皮，别处都没伤。好吧，我受伤了。沈赫被送到仁济堂救治后，沈墨才发现自己也受伤了。不妨事，都是皮肉伤，开瓶红花油回去，一天搓上3次，7天就好了。今天真他妈刺激，谢谢。自家兄弟客气什么？哈哈，终于有人跟我说谢谢了，还是发自真心的。不能让病人安静点吗？不知道小姐在查账吗？华平在这里看到沈墨，小心肝就是一阵乱颤，想不到沈公子竟主动来看他了。这是谁呀？不会有病吧？这位是殷小姐的贴身侍女，可能今天吃了什么不消化，往常不这样吧。你怎么认识她的？我养病时，她常来阁楼给我送药。她为什么要给你送药？沈墨被毒蛇咬伤后，沈赫带他来济仁堂时，身上并没银钱，所以一开始他们是被这里的大夫打出去。沈赫被打得满身是伤，引起了周围百姓的围观。殷小姐知道后，未免坏了济仁堂济世救人的名声，这才免费为他医治，并隔3差5的送药到阁楼。原来是沈小相公啊！原来是华平姑娘，真巧啊！您怎么来这儿了？家父受了点伤，不得不再来劳烦大夫。怎么又受伤了？严重吗？只摔了一下，多谢姑娘关心。说不定有内伤呢。胡三，帮忙请马大夫过来给小相公瞧下病。方才已经瞧过了，无甚大碍的。不行，再仔细检查检查。小姐身边的丫鬟胡三自是不能开罪的，只能重新请了马大夫望闻问切。开药的时候，华平特意将马大夫叫到后堂。不就是开个方子吗？干嘛要避开咱们？不会是想开人参鹿茸、冬虫夏草，狠狠黑咱们一笔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大夫给沈赫正骨后，沈京去柜上帮沈墨结账。出来的时候，大包小包带了许多补药出来。帮我结账就够仗义了，还买这么多东西，实在太破费了。这些都是那小娘皮开给你的，还真让我说着了。人参鹿茸、冬虫夏草，一共7、8样，没一样便宜的。很贵了，少说也得2两银子啊！绍兴城里最高档的酒席可以包一桌了。还是退了吧，我暂时没那么多钱，还不起你。怪我没说清楚，人家姑娘白送的，说是让你和伯父补补身子。哎，读书人就是吃香啊！兄弟，你才13啊，就有人打你主意了？不要钱？哈哈，你还挺惊讶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天不早了，再不回去我娘该急了。这几天小心点，没事别出来。是啊，长子，今天咱们打的可是道上的，这些人弄性上气，最不是东西了，你可得留神。我晓得了，这几天不出门便是。长子离开后，沈京想要给沈墨换个好一点的住处，被沈墨拒绝了。沈京也不多劝，但让宫中出了沈墨父子的日常用度。喜儿，昨晚睡得可好？饿了吗？给你买油条去。面，阳春面还是清汤面？要不然油泼面吧，一大碗油往面上一浇，别提多香了。臭小子，明知道我现在不能吃油星，非要气我。不这样，您一直不理我，我看你是嫌我死得早了。我就您一个亲人了，您可得好好活着，长命百岁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爹爹干什么都不行，活着也是拖累你。世上哪有白用的功？读了书就比文盲强，您只是没选对行当而已。你说我选错行了？对，回头还是帮你选的行当。飞黄腾达不敢说，至少能在绍兴城里拔尖。什么行当？还没想好，等你身体养好了，我会帮你想好的。沈墨父子俩刚吃完招时，沈京便来找沈墨。方才官府来信说，长子被抓走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夜里。绍兴城这么大，他们找个人怎么这么容易？是我大意啊，不该让长子回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长子一出门就被盯上了？应该更早。当时不是有2人跑了吗？8成一个回去报信，一个跟在我们身后盯梢了。我们在深宅大院不敢动，却不会放过草舍里的长子。官府怎么说？那帮王八犊子说人是被山阴县的黑帮抓的，我们得去山阴县报官。他们昨天不是还很气愤吗？说山阴捞过界了。
肯定是山阴的王老虎做了手脚。王老虎，山阴虎头会的老大，在绍兴城里也鼎鼎有名，属于治疗小儿夜啼的良药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沈京虽然是个少爷，也仅限于手头宽裕，行头光鲜，手里并没有势力可用。借势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怎么解？将私人恩怨做成两县之恩怨。你直说吧，我们怎么干？是我，不是我们。你瞧不起我？当然不是。这种事如火中取粟，一不小心会引火上身的。我爹是长子救的，我们爷俩责无旁贷，但你不行，不能牵连了沈家。胡说八道！我二叔说了，谁不仗义谁就不是沈家人。而且就凭咱们门前那2根进士级地旗，绍兴城就没人敢找咱麻烦。咱沈家出过2个进士，不是出过，而是现有。要往早了说，探花也是有的。那我们不能去求求他们吗？没用，我爹是牵连进下党被开革回乡监视居住的。虽说几年前恢复了功名，但招惹上权贵，哪个父母官敢接近？我二叔现在在族学里教书，将来你见到就知道了。那权贵是谁？严嵩严阁老拜。啊，了解了。沈京说什么都要加入，沈墨只能加倍小心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下把柄，贻害沈家。以前不知道爹还会左手写字，这算什么？篆、隶、草、楷、行，你爹我可以随便转换，没人能认出来的。绍兴自古称会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然无耻如山阴者，蛮横无理，窃我会稽半城而居，寡廉鲜耻，忘我收留之恩，屡次挑衅我会稽。山阴仇寇潜入我会稽境内，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公然打伤本县廪生沈鹤及其子弟数人。我知道，那日我就在城隍庙，说的没错。后来是几个年轻人来救的人，还报官了呢。不知道那沈相公如何了？沈相公侥幸活命，筋骨折断，五内俱伤，对那几个贼子下手可重了。沈相公当时就昏倒了。你们看这里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说什么了？快给大家念念。山阴仇寇昨日掳走了救人义士姚长子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真是欺人太甚。这绍兴究竟是谁的天下？檄文从会稽和山阴的历史争论出发，将山阴流氓打伤沈鹤说成是山阴县的挑衅，又在光天化日在会稽掳走义士，何其猖狂！檄文最后一句“今日之绍兴是谁家之天下”，引起了全县的共鸣，营救姚长子的呼声越来越烈。让开，让开！都散了，不要在此地逗留。沈墨的檄文很成功，会稽士绅的请愿笔像雪片一般飞到县太爷的大案上，让无为而治的县太爷十分恼火。给我查，查出来，甭管是谁，都给我加回来。是。诸位，这个事情处理不好，我们是要倒大霉的，咱们得从长计议。唐尊大人，依属下看，此时就是将那肇事者擒来，也于事无补了。何出此言？那案犯挑唆两县，不过是为了扩大声势，激起民愤。现在看来，他已经做到了。我们此刻再抓人，只会让百姓更激动。万一做出出格的事，您在知府大人那里就不好交代了。既如此，方才为何不阻止我？卑职觉得大张旗鼓也好，可以震慑一下刁民，压一压他们的气焰，做事而不成真。卑职是这个意思。你这是老成之言，本官不得不听。但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鼓，还是要查出来的。届时本官饶不了他。大人英明。大人，那王二虎还放不放了？还放个屁！给我好好关着，任何人不准探视。入狱的王二虎便是山阴会王老虎的亲弟弟。昨日王老虎亲自给李县令送了20两银，李县令觉得不是什么大事，便应下来。不成想，还没等李县令放人，王老虎便又将长子抓走了。王老虎，你咋就这么虎呢？没事找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不是跟他们很熟吗？去把那什么长子短子的给要回来吧。是。气势汹汹来沈府抓人的马典史，在看到2根进士及地旗后，气势便矮了3分。县尊大人有令，查办造谣歹徒，请这位兄弟进去通报一声，请沈和沈相公随我们去县衙对质。我们沈家是书香门第，3代之内无犯法之男，无再嫁之女，凭什么怀疑到我们头上？小心我们2位老爷上书督察院，判你们个寻衅滋扰。咱们只是请沈相公出来，又没别个意思。什么事情啊？拜见青霞先生。都起来吧，我现在不是官绅，跪个囊球。您老守之期满，不日定有天使召回，到时候以您老的德望，最起码也得放一任知府。到时候来我沈府拿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还是想借机敲诈勒索？我们不是来抓人的，只是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沈相公于情于理都该去衙门说清楚的。你若敢耍花样，我一本参倒你们老呀！岂敢岂敢！带他进去吧。马典史来到阁楼，见到沈鹤时，第一眼就看到他红肿的右手腕，当即否定了檄文是沈鹤写的想法。维护本县安宁，人人有责。
我跟你回去。爹爹，你少说两句吧。这位大人，我爹爹现在动一下就咳嗽，这要是跟你回到县衙，还不得飞液都咳出来？无妨，我给沈相公叫一顶轿子。可他说话也咳嗽啊，而且我爹手也折了，你们抬回去一个不能说话、不会写字的秀才有什么用？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爹是万万不能再动弹了。我记着，凡是县学府学生员有了纠纷，可不必到衙门起诉应诉，有家人代理出面即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但是需年满14岁，你够吗？正好14。那走吧。沈墨的檄文激起会稽百姓的民愤，也让不为而治的李县令十分恼火，下令抓沈赫回县衙。这里是行刑场，小子，在这里看过杀头吧？没有。想不到还是个乖娃子。咱们会击秋决死囚就在这里，53刻，咔嚓一刀，血如泉涌，好大一刻头颅就落地了。啊！这小子居然不害怕。你这娃了，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回禀唐尊，学生代表家父而来，家父是生员出身，太祖恩赐，见官不跪。现未得唐尊允许，学生唯恐陷唐尊于不忠不义，是以不敢跪。滑头小子，我若让你跪，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了。学生不敢，您说怎样都成。罢了，难得你能逗本官开心，还是免了吧。谢唐尊。你是沈秀才的独子，根骨清奇，眉目有神，必是绝顶聪明之人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命里有大富大贵之运。不会这么神吧？不过你也别当真，当年别人将本官吹得更神，还不是年近天命，仅依7品之下儿。唐尊待天子手目一方，何县几十万父老视您为父母，在我们心中，您是比阁老还亲近的人。沈墨的话让李县令很受用，先给沈墨赐字，并许诺他在府学进学后给他赐字。李县令从始至终客客气气，不曾问过半句案情。沈墨便自己将话题往沈赫身上引。可怜我的父亲，为了供我读书，放下尊严去卖字，还要被人打断筋骨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父子情深，感人至深。来人，去拿5两银子给沈墨，还不快去！是。沈墨拿了银子，李县令又温言劝勉几句，便让沈墨离开了，从头至尾只字未提案子的事。唐尊，您怎么不问问案子的事？问有何意？不问亦无损。那这案子还继续查吗？查，大张旗鼓的查，适当的抓一些，把声势做足，震一震县里这股邪火。原来是虚张声势，属下明白了。马典使，案子办得怎么样？抓到人了吗？马典使将李县令放走沈墨的事一五一十说给张县成听。咱大人又抹泪又赠银，一句没审就将人放走了。卑职当差这些年就没见过这等怪事。县尊大人干得漂亮，看来咱们以前都低估他了。人家是包子有肉不在者上。看着吧，这案子一判下来，就是可以传为清流士林美谈的名判。咱们唐尊大人要出名了，立地升迁也说不准。不会吧，还名判呢？我看就是个糊涂判。想想吧，慈父为子弃学，孝子替父过堂，要是按照正常程序审，当然不会有什么差池，但也没有亮点，还可能在莫林留下不懂变通的恶名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是成全慈父恩情，彰显孝子节义，当然还得把事儿处理圆满了才行，不然就不完美了。也只有正途出身的县老爷能这样办案。哎，咱们不行啊！马典使还是一头雾水，不懂张县城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张县城也不再解释，他还要去给老爷回话。人要回来了吗？没有，学生见到了王老虎，那厮说必须先放了他弟弟，才能考虑放人。狗屁！若不是这厮妄为，抓什么长子短子的，那狗日的弟弟早就放回去了。要不咱们夜里偷偷把人放回去？张县城在山阴的王老虎那里吃了瘪，便建议李县令偷偷将王二虎放了。不行，这事儿已经惊动知府大人了，那绿豆营也在等咱们服软，你说我能放吗？李县令口中的绿豆营是山阴县令吕豆印，两人一直不对付。大人三思，虎头会可是血债累累的黑道，人在他们手里还不被玩出18般花样，那姚长子能坚持几天？万一一命呜呼了，咱们县里还不炸了锅呀？也是，你要是不给我出息点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属下倒是想出息，可不能够啊！不是说你给山阴县衙一文，正式要求联合查办子嗣绑票案，告诉绿豆营，若是姚长子有个3长2短，会计乱了，山阴也甭想太平，我们俩一块完蛋。是。另外，看看6房之中有没有空缺，没有就挪一个出来，给本官预备着，我自有用处。是。如果这件事真是那小子策划的，下次我便有机会赢了绿豆营，若输了，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让你又娶媳妇又过年。沈墨回到阁楼后，沈京在他身上一通乱摸，检查他有没有被用刑，有没有挨打，有没有伤着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硬？知县大人并没有为难我，
还赐座给了赏银。乖乖龙地洞，童叟无欺的无良雪花鹰，谁都别拦我，我要去自首。没人拦你，去吧，说不定能得个金元宝呢。算了，我可没您那装腔作势的本事。这钱你留着吧，我们父子承蒙关照，叨扰良多，这钱就算交的伙食费吧。那怎么能行？你要是不收朝生，你就拿钱去街上租个小院，咱爷俩搬出去。啊，我收。看书说的那个肠子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李知县和马典史都说正在和山鹰交涉，人家山鹰不答应，会稽的官差不好过去。不能再等了，我去求求我爹和二叔，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。这样最好。沈经为长子奔波的时候，马典史再次登门，将沈墨请到了县衙。这一次，李知县是在府上的花园里见他。热了吧？这里有消暑解渴的吃食，想不想吃？大人您猜呢？我才是不想吃。您这回没猜着。沈墨一方面要避免尴尬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被人得了便宜卖乖，所以用上了太极手法，将问题推回给李知县。好一个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啊！尽情享用吧。你不赐座我怎么用？站着啃。想做啊，我出个上联，你对上了便坐着吃，对不上只有站着啃喽。学生听大人的上联。由上向下读《左传》，书往右翻。若是对不出来，可就不能怪我送客了。坐南朝北吃西瓜，皮向东扔。对得好，再来一个。池中莲花，赞红拳打谁？水上荷叶，生绿长要啥？庭前花释放，阁下李先生。你叫我干什么？对对子。对吧？我听着呢。我的对子就是庭前花释放，阁下李先生。学生实在黔驴技穷，只能这样了。啊，大人，我能吃瓜了吗？吃吧，不够还有。唐尊，你都说阁下李先生了，以后就叫先生吧。是。先生唤弟子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为长子的事，老夫行文山阴县要求他们协助营救，那边势力盘根错节，山阴县也不好办。传话说必须咱们先放人，他们才肯放。要是原先吧，夜里偷着放就行，但现在嘛，百姓废反迎偏，不会答应的。所以山阴县令提议按老规矩办。老规矩？长子被绑一事闹得太大，所以山阴、会稽两县决定按老规矩办。两县唇齿相依，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，若是遇到不好判决又调解无效的，两县便让双方商量个比试方式，输了必须满足赢了的要求。怎么比试？文斗或者武斗，文斗斗智力，解谜题对对子怎么都行，但不能动手。武斗就是签生死状，生死无论。这还有选吗？我打不过他们，只能文斗。那就是文斗，你选择了方式，具体怎么比就得人家做主了。我接着便是，那长子的安全呢？放心，比试结果出来之前不会伤害他的，这是规矩。好，那我回去等先生的通知。去吧。山阴虎头会和会稽小童生比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盛兴，成为酒肆茶馆热议的事。几人堂的画屏也听到了消息，姑娘又来找我们小相公了。七姑娘要吓跑我的恩人。哼，这是给你的，比试的时候穿。那个你好好比，我赌你赢的。谢谢，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买不起。哼。我也赌你赢的，买了20文的赌注呢。走吧，我爹找你呢，我叔叔也在。沈墨和沈经给两位老爷行礼后，沈老爷给沈墨赐座。对不起啊，兄弟。砰！你要和山阴县比试的事情，我们都听说了。虽然这是以你自己的名义做的，但你毕竟是我沈家人，所以今日让你来，是向你表个态。沈墨，你要是没把握，就别想出头了，丢了面子事小，坏了那小子的性命，谁来承担？要是有别的法子，我也不会硬着头皮接下这场子的。看来你是没把握，我陪你一道去虎头会认输，帮你把姚长子领回来。淳服了，我们今天是来给沈墨提气的，不是给他泄气的。事关人命，岂能儿戏？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你这时候去认错，让两县的县太爷的脸面往哪搁？面子能比命更重要吗？不可理喻！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沈二老爷劝说不成，气呼呼的自己走了。二老爷教训的是我没把长子的性命摆在第一位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必定惊动了知府大人。只要你能赢，他定会全虚全伪的回来。多谢大老爷指点迷津。叫什么大老爷？生分了，按辈分我是你未出五服的伯父，沈经还是你的堂哥呢。是，伯父，堂兄，堂弟，这才是一家人。你去准备准备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。是。
我爹让我去给你买身衣服，就用那5两银子吧。我有衣服，你帮我下注吧，买我赢，到时候咱俩5-5分账。那要是输了呢？输了就输了，反正是外财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到正式文斗这一日，沈经张罗了一桌酒席，给沈墨加油打气。上桌后发现，从未吃过席的沈墨，动作比他优雅多了。没有天理。文斗开始，由2县县城主持，只是2县积怨已久，官员之间也并不和谐。各位，体统。那我说你不行跟我抢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讲吧，彼此。文斗开始，主角还没登场，2县的县城先斗了起来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本官与会稽张赞公齐聚于此，乃是为了解一桩公案。不错，因为是涉2县，又属民事纠纷，所以经2县官府协调，双方同意按传统方式解决。文斗由本县的王老虎出题，共3题，每题限时3天，超时或答错1题便判负。沈墨由王老虎处置，反之沈墨若3题都答对，则王老虎由沈墨处置。双方签订契约书。张赞公可有补充？你都抢着说了，让我说什么？不错。王老虎可到了。学生王贵见过2位赞公，怎么黑道龙头也成文化人了？不懂了吧？前岁天子开恩，领导天下平民纳粟于官府，便可入监进学。咱们王老爷就是那时候成的监生老爷。原来是真的，得多少钱啊？这不得雪花子1000两。那沈墨到了没？着什么急？又不是比谁来的早。文斗台对面的酒楼包厢内，2县的县令正在这里关注台上的情况。老前辈，你那小童生不会吓尿裤子吧？吕后生沉住气，不是还没到点吗？也不知是谁沉不住气，还有不到1刻钟，老前辈就要不战而败了。小子，你要是敢给我出了纰漏，只要我李云举在会稽1天，你就别想什么功名了。眼看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沈墨迟迟不到，急坏了会稽县张县长。沈墨来了吗？来了。我说沈墨，5时3刻还没到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抬起头来，没有带卵子上街吗？我不知道路，找人打听费了一点时间。这小子是来演滑稽戏的吗？这小子平时装的少年老成，跟个神童似的，谁知竟如此上不得台面。神童500年一个徐文清，可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。凭什么你县里有徐文清、朱端甫，我县里就一个都没有？都是绍兴城的主，我就不信老天爷如此偏心。哼！2县争吵的时候，文斗台上的王老虎和沈墨已经签好了契书。那现在便由我出第1题。这是琉璃瓶，也只有北京琉璃厂能烧制吧？这可不是北京琉璃厂出的，而是从万里之外的佛朗机漂洋过海来的。到咱们大棉只有不到100个。我现在觉得这玩意颜色太素，若是能在里面镀上金粉，金光闪闪才好看。小子，这就是老子出的题目，能不能做到？这瓶口这么细，那么长的颈，怎么可能镀上金呢？苦命的孩子啊，这次必输了。那我就试试吧。试试？你知道这瓶子多少钱吗？佛朗机来的，整个大明还不到100个呢。不给我，我怎么镀金？你行吗？不行，别浪费了我的瓶。是我才知道，这小子不是童生吗？怎么就听不懂我的意思？装的吧？我是说，你要是弄碎了怎么办？赔得起吗？啊，原来是怕我弄碎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得给我些钱做担保，万一碎瓶子了，你好赔给我。不会碎的，我小心点就是啊。王老虎真卑鄙，这是敲诈讹人。可不就是，杀了人还要把人骨头拿来熬油。王老虎在众人奚落和责难的眼神下，只能收起讹钱的心思。好吧，你不用给钱了，若是打碎了，我绝不饶你。怎么走了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太没礼貌了。阁下真是大才，不亚于比县的徐文清。多谢夸奖。这个连正反话都听不明白的童生，让在场的人捧腹大笑。张县城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。李大人不必难过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不对呀，之前见这小子并不是这傻憨憨的模样，难道他是装的？李大人不必想了，您也不是第一次输。吕县令大笑过后便转身离开。文斗台上的人群散了，李县令和张县城也准备回府。这小子大智若愚呀！难道他是装傻充愣？不明就里前，失之以弱，可以麻痹对手，也给自己更大的转圜余地。这小子天生当官的材料啊！那样的琉璃瓶我也有，你晚上拿一个出去转转，看有没有高手匠人能做到。是唐尊大人。李县令想的没错，沈墨的确在主持，这是他和沈经商量好的对策。这辈子没这么玩过，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傻子。其实我平时也那样说话。人家认为你行的时候，那就是大智若愚；若认为你不行，那就是投石人了。喂，你说咱俩不会真成为投石人吧？你我不知道，
但我绝对不是头饰人。你是二世为人，敢问这位大哥上辈子家住哪里？不记得了。沈墨和沈金刚下马车，就听到赌方调高沈墨赔数的消息。赔数多少了？山银1赔7，本县1赔6。知道了，咱们装傻倒是把赔数删上去了。可这数越高，就说明咱们希望越渺茫。要是赢不了，还不是白赔钱？要对我有信心。成，我这就去下注。再等2天吧，赔数应该还会更高的。和沈墨的淡定不同，李县令将县里所有的金银匠、锡箔匠趁夜请到县衙，开出重赏金，让他们为琉璃瓶镀金。匠人手中的琉璃瓶一个接一个的碎裂。大人，玻璃瓶不耐热，不能在这上面镀金。李县令见状连连叹气。3日之期已至，所有人都不看好脑子不太灵光的沈墨。山阴的侯县城更是将得意之色写在脸上。今日在此见证双方第一次比试结果。会稽沈墨何在？不会已经逃跑了吧？沈墨手持木匣缓步走上台来。学生为什么要逃？沈墨一出场，如玉的气质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。这和3天前的是一个人吗？完全不一样啊！那个沈墨窝窝囊囊的，今儿这个风光霁月的公子啊！请问这位公子瓶子可带来了？在我手上。小子，装什么装？我的瓶子镀金了吗？还不能拿出来给大爷看看？现在还不能给你看。为什么？你求我为这瓶子镀金，我现在镀上了，接下来该做什么了？该给钱了，物料费、手工费那得不少钱，哪能让小相公自己掏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小子，别逼我发飙。王贵权且给他几两，等盒子揭开，不还是你？好啊，小子诈我呢，存心让我发飙，再趁机摔了这盒子是不是？文斗第1回合，沈墨拿着瓷瓶跟王老虎要镀金的材料费和手工费。小子，我这里有一对金克子，你若镀成功了，这金子就是你的；若是没镀上或者坏我的瓶，你就双倍还我，如何？甚好。足金克子2个，共计1两8钱。小子，你还有什么理由？拿去。小子，想算计老子，你还嫩了点。这怎么可能？真做出来了，我做天使了，不行。别说你，老张几十年的老手艺人了，昨天在县太爷那里都失败了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瓶体完好无损，镀金完美无缺。第1场比试，沈公子胜。按照约定，这2颗金克子是你的了。台下的金银匠对沈墨是怎么做到的十分好奇，都想要跟他拜师学艺。我这法子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想知道告诉你们就是，切莫再说拜师的话了。请问兄台，您从哪本书上看来的？问这么细的吗？我编哪一本好啊？好似《夷坚志》吧？可是南宋洪景庐所著。不错。沈墨并不知道，《夷坚志》并不是冷门书籍，台下的学子们几乎都读过，但大家都没看到这个法子。沈公子不厚道啊！我相信沈公子没有说谎，《夷坚志》初时有410卷，蒙元祸害中原近100年，现在《夷坚志》所遗不过100余卷，有我们没看过的很正常。公子说的对，是这么回事。那您能给我们说说怎么做到的吗？可以。七哥请上台。七姑娘的相公以前是金匠，她上台后，先将小金块敲打成极薄的金箔放到瓶中，然后再将水银放入瓶中晃动，半个时辰后，琉璃瓶镀金成功。好手艺，好想法，在下佩服。佩服佩服，都是沈公子的主意，俺只是照做罢了。不知下一场比试何时进行？明日辰时在山阴码头碰面，王贵发将宣布下一道题，可不要再迟到。一定一定。比试结束，沈墨将今日赚到的钱全部交给沈金。怎么这么多？王老虎的2颗金克子，一个给琉璃瓶镀金，卖了3两3金子；另一个被七哥打了一对双蓝贤寿果金簪，卖了5两7钱，一共是9两黄金。发财了，哈哈哈！这个钱我和沈金拿一半，七哥你自己拿一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俺一点也不能要。收着吧，你不是想开个小店吗？以你的手艺，加上今天打出去的招牌，不愁经营不下去。不行不行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要不我们都投到赌坊里，买我们赢吧。沈哉，要是赔了呢？我说万一……本来就一无所有，输了也是回到本来。我听侯县城说，山阴新发赌场也有人买我们赢，是你买的吗？不是。那是谁啊？这么有眼光。原来夷坚志上早有记载，我还以为这法子是我独创的呢。我还是觉得我做得好。本来想帮你作弊，是我自作多情喽。文清兄，你回来了。是徐神头回来了。不是我。沈墨和王老虎的第1轮比试，沈墨完胜。第2轮的比试地设置在山阴的码头上。县尊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赞功请讲。他说你做得很好，不要骄傲，把剩下的2场也赢下来。我努力。你不知道啊，昨天县尊大人听说你赢了，乐得唱了一晚上戏。这是大人赏你的，
若是赢了今天这场，另有赏赐，3场都赢了，重重有赏。多谢信尊，多谢赞公。知道吗？赌房把你获胜的赔数调低到1赔4了。知道啊，都赚不到钱了，真让人扫兴。侯大人，王贵发人呢？怎么出题人也会退缩啊？那不来了吗？王贵发正站在船头向几位打招呼。第2局比试的出题地点在江心河道拐弯的地方。沈公子，请看江心河道急转弯这地方的树是否是个祸害？对从上游而下的船来说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不错，据说这大树太祖年间就长在这了。起初只当它是个光景，谁知它越长越粗，河道又越来越窄，一下子成了祸害。每年都有10几条人命都在这里。为什么不除树呢？写麻子。本县不知试了多少次，但树干在水中十分牢固，无法挖出。不除树干，仅锯掉树冠会更危险，便一直这样僵持着。我们虎头会也组织过人手下水，但这一带的河水急而深，树干又粗且硬，根本伤不到它分毫，反而折了2个兄弟。所以这就是第2题。如果公子能把这个祸害除了，俺当即告父，立刻放人，为父老乡亲除害。沈墨义不容辞，但有所需，公子尽管吩咐。但我想个法子出来。第2题一出来，会稽的百姓都替沈墨捏了把汗。山阴会稽2县几10年都没解决的问题，沈墨能3天就想出办法吗？沈公子，你有除数的法子了吗？怎么？你想买王老虎爷？我一直都是支持你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家小姐给你的，她想了一整晚，想出的除数办法。殷小姐的法子是让匠人打造一个巨桶，将树围上，然后用瓢舀干桶里的水，这样工匠就可以锯树了。殷小姐智慧非凡，就算与我相比，也仅差1线而已。沈朝生，你狂的没边了。别生气，我不过是就事论事。这法子不好吗？好，非常好，只是太过于兴师动众了。那你自己想办法吧。3日之期已到，沈墨先请木工师傅在大树上做了一个脚手台，工匠们站在脚手台上将大树锯掉。光锯掉上面更危险，明桩变成暗桩了。放心，诸位师傅们，按计划继续吧。好嘞。工人们站在脚手台上，用斧头开始通大树。原来这么简单，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小姐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沈公子到底在做什么呀？由内而外，从树心入手，由内而外将树桩掏空，就像个大缸，在其中如在旱地，不用再担心被水淹没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却足足困扰我山阴几10年。岂不闻大成若缺，大巧若拙？越是简单的方法，就越是不简单。看来原先是我小觑了这小子。才知道，我当初第一眼见到他，便觉得他不亚于你的徐文清。那不可能，我们徐文清可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要不比比？比比就比比。2县县令正在密谋比试的时候，沈墨还在指挥工人除树。大树的树心已经被掏空了，最后需要把这个空壳树撞碎才算完。这最后一下就交给大官人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剩最后一下了，我这不是抢功吗？我们传小，还出意外，就劳烦大官人吧。那么就却之不恭了。王贵发开船去撞树根，这边沈京非常不乐意把功劳让给这个土匪。咱们从头忙到尾，凭什么把最后一下让给他？他们这些道上混出来的，最重脸面儿子。我们连赢2场，他也答应把长子放回来。若我们这点颜面都不给他，这疙瘩就解不了了。那我们就不报仇了吗？虎头会打你爹，抓走长子的账就算了。你知道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吗？什么区别？野蛮人有仇当场报，让大家感受他的野蛮；文明人有仇过后再报，让所有人以为他是文明的。解字先生也好，当天的打手也罢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的。虎头会的满帆大船在百姓的欢呼声中撞向空壳树桩，困扰大家几10年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。承蒙大家厚爱，这都是我虎头会该做的。我的兄弟姚长子现在能放了吗？瞧我这记性，姚长子在我们县太爷的船上呢。不是我们2家的事情吗？怎么扯上官府了？公子别急，我们县太爷也是好心，担心我会中的兄弟脾气不好，伤着您朋友，所以提前接走了。我看是还想刁难我们吧？怎么能食言呢？人家是县太爷，提前几天就把人接走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不知贵县县太爷在什么地方？这就道某家虽是不得已，但也是食言了。这回算是某牵沈公子的，他日若有吩咐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沈公子，大人有请。有毛大人了。沈墨上了船，才发现2县的县令都在。学生拜见2位县令大人。见到本官，为何不跪？唐尊恕罪，学生不是不知礼数，只是学生今日出门带了圣人的画像。你怎么出门带这个？学生怕输掉比试，这才请了孔圣人保佑。圣人可不管这个。大人，学生可以领回我的兄弟姚长子了吗？
姚长子在这里不假，但你们相约比试3次，这才刚刚2次，还不算你赢吧？贤弟，越俎代庖了吧？王贵发自己都认输了。老哥别急，沈墨，你签订的文书上可有认输一说？沈墨，快给吕县令赔不是，他是跟你开玩笑，嫌你礼数不足呢。本官没有开玩笑，输不起是吗？不当人子。吕斗英，你若不放人，咱们就去知府大人那里评评理。知府大人去省里了，5天之内回不来，5天游。5天时间够姚长子死去活来好几回了。也，大人，既然吕大人不服气，那学生让他服气就是。李大人，您尽管划出个道道来，学生接着便是。好小子，够嚣张，拿上来。沈墨赢了比赛，吕县令却不依不饶，一定要给山阴县找回面子。吕县令将早准备好的考题拿上来。你若真有本事，能不打破瓶子，不去掉瓶塞，把瓶中的细线弄断吗？这算什么本事？我可以不碰瓶子一下，便将线弄断。不可能，除非你有神仙方术。学生乃圣人门生，只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但我就是有办法。你若弄不断，本官可不放人。学生若是弄断了呢？那我不但放人，还给李大人和你摆酒赔罪。一言为定，概不反悔。沈墨将考题瓶拿到甲板上，又拿了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，不断找角度放置水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我看你怎么弄。吕大人，看好了。正午的阳光正烈，阳光透过玻璃瓶聚焦在细线上，片刻后，细线自然而断。这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西汉淮南完璧书中记载：削兵令源，举以向日，以来成其意，则火生。用兵引火。对，原理就是需要一个凸透镜，我用玻璃瓶装水是一个效果。怎么个原理呢？正午阳光毒辣，在经过瓶子时，光线汇聚到1点，便相当于把热度增加好几倍。这1点照在棉线上，棉线受不住热，便烧着了。妙哉，吕老弟，认输放人摆酒吧，愿赌服输，把那姚长子带上来吧。长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很好，你放心。让马典史带你的同伴去吧，你留下来。是。武的不行来文的，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，你做好准备。是。吕县令虽摆了酒席，但心里不爽，便想借着行酒令的游戏，给沈墨灌酒。旭日东升，团团圆圆，天上彩云千千连连，夜空星儿千千万万，要摘下来千难万难。4人围坐，团团圆圆，觥筹交错，千千连连，行过酒令千千万万，罚我喝酒千难万难。莫是黑犬，够胆费大人，骂人是吗？谁不会驴有双口，一口吃小民。好，有目也是己，无目也是己。去了极目边，天前变成鸡；鱼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击。有水也是溪，无水也是溪。去了溪水边，天鸟变成鸡；得是猫儿雄似虎，腿毛凤凰不如鸡。对得好。骂不过，吕县令便换套路，开始实打实的学问比拼。2人唇枪舌剑，数对之后，吕县令再次落了下风。林间饮酒翠影遥增，时上为其清音复举。月下太白举觞醉舞，江边姊妹仰天悲叹。受教了，不敢当。宴席散去，赢了比赛的吕县令心情十分好，和沈墨走着回去。今年你就参加县试吧，按手非你莫属。谢先生美意，只是家母新丧，学生正在守制中，今明2年是不能考试的。沈家族学的塾师是哪一位？青霞先生。他居然亲自授课，学生还没去报道，但据说是这样的。能得到青霞先生的教诲，是你一生的福气。但他耿直的秉性你不要学，人生短，仕途更短，有机会施展才华，赢得生前身后才名，是最重要的。学生受教了，老夫已经吩咐下去，在县衙给你父亲留了个位置，等他身子好了，就来当直大。多谢老师。沈墨赢了山阴的2场文试，引起会稽百姓的追捧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家异常热情地送东西。兄弟，赚钱了！沈金和沈墨前期投到赌场的钱，终于迎来了收获。赚了多少？5两银子1赔9，40两银子1赔4，一共250两，分给七哥一半，咱们还剩125两。你我各30两，剩下的给长子了。那也很不错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他。正好，东西都不用买了。长子当然不肯要钱，沈墨便想了个主意，他要租个铺子做生意，这些钱都投进来做本钱，到时候给长子分红。站住！你是沈公子吗？王二虎，你放出来了。是我，沈公子，请原谅我吧。你还在意我一个穷书生原不原谅？我管你死不死的，要不是我大哥，你当我愿意来呢？我真知道错了，沈公子你就原谅我吧。想要我原谅，那天动手打人呢，还有雇你们捣乱的，是不是都应该倒点血的？我的那2个手下，一人卸3根指头，那几个写字的书生，一人1只胳膊，
公子觉得可行？我又不是卖人肉包子的，要这些东西做甚？那怎么办？要不拿钱谢罪？20两银子彻底原谅，15两银子基本原谅，10两原谅一半，5两原谅一小半，再少就不原谅了。这样也行。你是他们的头头，理应多赔点，翻一翻不多吧？不算特别多，您能宽限我几日吗？20两一次付清，剩下的一半可以给你缓半个月，如何？这是王二虎为了赔罪，事先准备好的20两银子。行了，回去吧，等把另外20两带来，就全原谅你了。是。出来的朋友，沈公子留，小的是王大官人派来的，一来监视二爷有没有真心礼敬，二是给您送谢礼来的。公子帮了虎头块和山阴县的大忙，这是大官人的一点谢意，请务必收下。沈墨几次推辞后便收下了，有了之前的铺垫，钱拿得分外顺手。回到家中，沈赫也收到了山阴县令送来的5两纹银。吕县令真抠，是县令给的，你就收下吧。明日去足学，缺什么去买一些。父亲留着吧，您过几天不也要去县衙当差吗？买件衣服穿，再去打脸打脸也好。第2日，沈京早早来接沈墨去足学。足学里有我几个对头在，他们会找你麻烦的。都是些什么人？我三哥和几个帮闲的。和你三哥不和？他是嫡出，我是庶生，他本来就瞧不上我，后来又因为些是非，他便常常欺负我。可怜的娃，怪不得不愿意上学。喂，是不是兄弟啊？放心吧，原先是没有我，有我在，你只有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沈墨，沈墨听到沈京的提醒，第一反应向后撤，堪堪躲过一个巴掌。你干什么？开个玩笑嘛，紧张什么？小子，让开一下，要么拿个东西。好啊，小子，你打人了，在学堂打人是要被开除的。是他先打我的，我可没看见。你方才背身呢？我看到了，你和他一伙的，共此不作数。好一张伶牙俐齿！既然说他先动手，你的伤呢？把你的乌青端出来给大家看。内伤。沈庄发现自己在沈墨面前吵不赢，便又生一计，准备拿胖子的伤势做文章。还没说话，胖子自己站起来了。谁让你起来的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你又躺下干什么？气也不是，他也不是，你可真不好伺候啊！胖子委屈的声音引来围观学子的哄笑，让沈庄的脸挂不住了。都别笑了，知道胖子为什么让你起来吗？我的猫跑到你椅子下面了。老三，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就算真的有猫，现在也早跑了。不看怎么知道？沈墨起身，果然椅子下有一只死猫。这不就是我的猫吗？你压死了我的猫，赔钱。多少钱？这是大罗上仙所养，下凡到本县青云观除妖辟邪的。你压死了它，要赔官银550两，外加10只大蝈蝈。老三，你冲我来，欺负个新来的算什么？沈庄，不要欺负新同窗了。沈墨已经说要赔钱了，堂哥你就不要管了。沈墨啊，要么还钱，要么见官，你选哪一样？赔钱吧，不过现在没有，改天给你们。那你打个借条画押。好啊。沈墨，不要。沈墨没理会沈京的提醒，而是慢条斯理的从书包里拿出纸，小心铺在桌上，又慢慢研起墨。等到提笔写字的时候，已经快1炷香时间。你小子想拖到先生道是吧？跟我玩阴的。我就这一支笔，你弄坏了要赔的。一支笔才几个破钱，去买10支。我的笔是文曲星君梦中所赐，用这支笔一定能中进士、点翰林。你这点钱连个毛都买不起。哎呀呀，那得多少钱啊？最少3到250。当然，我说的是金子。你敢骂人？你们干什么？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你们哪个做到了？大早晨乱哄哄的，刚刚没在座位上闹事的，去后边站着，把这8个字抄100遍。是。沈墨第一天的第一堂课是站着听完的，到中午时，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。本以为终于可以解放去吃饭了，却被先生单独叫走。先生，不敢当，我还没受你的拜师礼呢。学生这就拜？不必了。实话说，我本不愿让你这鸡小之徒进学堂的，省得带坏了其他学生。是大兄拿身份压我，才勉强答应你来旁听3个月。这3个月你不必拜师，但必须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来。若有一点没做到，请你自动离开，出去也不要说是我沈炼的学生。算了，总不能让所有人喜欢我，有喜欢的就得有讨厌的，我一定会让先生满意的。学生告退。别看了，你中午没吃饭，我给你带了油饼。沈氏学规第8条，学堂师道尊严之所，不得饮食便馊。那也不能饿着吧，我会内疚死的。跟你没关系。沈墨恪守沈氏学规的每一条规矩，做到不让先生挑出毛病。沈京给同窗们背一首诗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好逑。沈庄，你来解释沈京背的前2句。今儿个怎么了？
先生以前从不考我们啊，大概说有个斑鸠关在笼子里，然后挂在姓何的知州家。沈经就不说了，他还在读千字文，你呢？先生骂得好脏，我都17了，还跟小孩学一本书。你可是背过4书的，文言经义也讲过数遍，你学了什么？学生愚笨。你连大罗上心的猫都能想出来，怎么能算愚笨？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了，午休的时候，先生必是将上午的争吵了解清楚，这是要教学生做人了。你们3个出去，回家好好反思，什么时候改过自新了再说。是。今日的是你没错，但你的学问太差了，以后不准旷课。学堂的第一天，沈墨和沈经喜提100遍沈氏学规和100遍千字文家庭作业，熬到后半夜才写完。沈经上来，学训抄了14遍，千字文干脆没写。昨天学生一回去就写字，晚饭都没吃，后来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今天一早到学堂里，还又写了1遍呢。看在你已经尽力的份儿上，这次就不做惩罚了。先生不打手板了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不反对。不，沈墨上来吧。沈炼看着沈墨的8800字，忍不住心里赞赏，能做到心笔合一，品味徐徐变化，当辅一大百。可惜了，如秦桧、四赛经学训抄了100遍，可记住了，大背如梁。不要放大炮，你倒背给我看看。沈炼没想到沈墨真的能倒着背，而且一字不差。后在这里，我去出宫。有教无类，不能弃，不能弃。沈炼一生最恨2等，一等是大奸大恶，如当朝的严氏父子；一等是投机取巧，如赵文华、燕茂卿。很不幸，他将沈墨划到了投机取巧的分类里。沈炼平息了自己的怒火，才回来听沈墨背千字文，算是背下来了。其中的意义你都理解吗？回禀先生，都理解。你是有骆驼不说羊，专简大的讲，千字文是同盟读物，但只为识字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篇幅虽短，却天文地理、历朝历代、修身养性、治国齐家皆有涉猎。俗话说，知识讲一。先生若要一一讲解，太强人所难。那咱们就互相印证一下，看谁不懂装懂。印证不敢当，仅当学生讨教吧。请问龙师火帝、鸟官人皇指哪几位？龙师乃伏羲，火帝沈农，鸟官乃少昊，人皇指女娲。我问你，存以甘棠，去而益用，是何意？赵公活着的时候，曾在甘棠树下理政。他过世后，老百姓对他更加怀念歌咏。2人你来我往，互问了10几条，谁都没为难住谁，只看呆了台下的学生们。既然掌握了，今日回去背诵《明贤集》，明天我听。《明贤集》有2300多字了，是兄弟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彻底服了。不过别再和先生硬扛了，他学问肯定比你强，你早晚有顶不住的时候。是我想停就停的吗？别打扰我背书。第2日，沈墨将《明贤集》一字不差背诵下来。《明贤集》算你背下来了，只是你某些句子低沉，某些句子突然上扬，是何原因？先生对不起，学生今早吃了炒咸菜，嗓子齁着了。沈炼刚对沈墨有些好感，被沈墨的一句话打回原形。明日背5言杂字，你要是能背上来，我就算你蒙学合格，开始教你经学。是5言杂字有3300字，而且晦涩拗口，即便沈墨有功底，也是背了一个通宵。今即为1本，后学以免称。先生，我背完了。背得好。学生们见沈经喝彩后，先生并没有不高兴，都鼓起掌来。1天1本书的进度，这可不是谁都行的，而且这本书是出了名的难背。从今日起教你经学。谢先生。回去吧，我出宫去，孺子可教也。哎，有些人也不是故意爱炫，他就是天生博人眼球，无法不成为焦点。当沈炼发现沈墨的到来带动了学生背诵诗文的功力后，就任由他去了。而沈墨也正式成为学堂的一员，成为学生们口中的朝生哥。